停经好几年了，怎么最近又开始有分泌物，甚至还带一点血丝？你鼓起勇气问别人，却只得到一句，这年纪难免。但今天我想先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停经后出血，大部分原因其实是良性的，例如阴道干涩、萎缩造成的黏膜破皮，但仍有部分可能和子宫内膜癌、子宫颈癌等疾病有关，所以只要停经后再次出血，都建议接受妇科检查。所以不是看到血就代表癌症，也不是因为量很少就可以放心不理。今天这支影片带你了解停经后私密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以及医师是怎么判断良性还是恶性的。我们可以把阴道想象成一座城池，城墙就是阴道黏膜，护城河就是维持环境健康的保护系统。年轻时，雌激素就像稳定供水的水库，它会让阴道上皮长得厚，长得健康。它还会让阴道上皮细胞储存大量的肝糖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肝糖不是拿来保护阴道的，肝糖真正的作用是拿来喂养乳酸杆菌。乳酸杆菌把肝糖代谢之后，会产生乳酸，而乳酸就是让阴道维持弱酸性的关键。酸性的环境可以抑制许多容易造成感染的坏菌，这就是阴道环境的保护机制。这是一套环环相扣的保护系统。停经之后，真正改变的是这整条防线。停经后，雌激素下降，阴道上皮慢慢变薄，上皮里储存的肝糖也跟着变少。肝糖变少之后，乳酸杆菌开始失去食物，好菌越来越少，乳酸也越来越少，阴道的酸性慢慢消失，酸碱值开始上升，保护力也跟着下降。所以停经后比较容易感染，比较容易干涩，也比较容易因为一点点摩擦就流血。换句话说，不是细菌突然变厉害了，是原本保护你的好菌没有食物可以活下去。这也是很多女性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洗干净，其实根本不是清洁问题。很多人最担心的是，我流血了，是不是癌症？其实大部分都不是。在妇科门诊，停经后出血最常见的原因还是阴道或子宫内膜的萎缩，因为黏膜变薄，一点摩擦，性生活甚至内诊都可能出现少量血丝，常常还会合并干涩、刺痛、灼热或性交疼痛。然而我们也不能因为大部分是良性，就忽略少数重要的疾病。因为子宫内膜癌最常见的第一个症状就是停经后出血，另外子宫颈癌也可能表现为性交后出血或不正常出血，所以任何停经后再次出血都值得接受评估。重点不是自己猜，而是让医师帮你分辨。很多人以为一走进诊间，医师就在猜是不是癌症，其实不是。我们是一步一步找答案。首先会询问出血的时间、量，是否性交后发生，以及有没有疼痛、异味或其他症状。接着做内诊，看看出血是来自阴道、子宫颈还是子宫里面。如果看到黏膜很薄、很脆弱，很容易碰一下就出血，就比较像是萎缩性的变化。如果需要，会安排阴道超音波，看看子宫内膜是不是异常增厚。若有可疑情形，还可能安排子宫内膜切片或子宫镜检查。所以医师不是看到流血就说癌症，而是把少数危险疾病排除之后，再来治疗最常见的良性原因。很多人看到分泌物就开始一直洗，甚至买罐洗液，但这时候反而可能让情况更糟，因为阴道本来就有自我清洁能力，不需要灌洗里面。肥皂、香精、除臭产品或灌洗液都可能刺激已经很脆弱的黏膜，越洗越干，越洗越痛。真正要做的不是把它洗干净，而是把环境养回来。如果确认是停经后泌尿生殖症候群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GSM， 就有很多治疗方式可以选择，包括阴道保湿剂、润滑剂、局部雌激素治疗，有些人也适合全身性的荷尔蒙治疗。其中局部雌激素通常1到2周内就能改善不少症状，但因为停经本身不会逆转，所以很多人需要长期维持治疗，才能持续保护阴道环境。所以重点不是一直换赛季，而是找到真正的原因。停经不代表只能忍耐，干涩、反复感染、性交疼痛、少量出血都有可能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表现。
多数情况并不是癌症，但第一次出现停经后出血，也不要自己判断没事，先让医师排除重要疾病，剩下的我们再一起把它治好。如果你身边也有人以为停经后的不舒服只能默默忍耐，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。我们也把相关的停经与私密健康卫教整理在说明栏，有问题不用自己猜，让妇产科医师陪你把这道防线慢慢建立回来。